嗨，你好，我是莹莹，欢迎收看 Highlight 荧光笔工作室。那以前的时候呢，常常会听到一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讲说：“哎呦，我古早时啊，买一件全部都十几千呢，做工做几年，你的顺便买了果是白出过啊。”那现在年轻人听到都想哭了，谁叫我们活在一个物价腾飞、房价跟薪水脱钩的时代呢？现在的年轻人啊，买房子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不过幸好呢，我们马来西亚如果真的是要比的话啦，比起像香港啊或者是台湾啊，我们还是比较幸运一点点的，一点点而已。因为呢，我们还是比较有可能是可以买到房子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得强调啊，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无论是贫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居住权。因此呢，政府提供公屋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公屋呢，就是公共房屋、可负担房屋、公共住宅、社会住宅，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呢，公屋就是确保人民有一个栖身之所，咬牙摘桃，这样子呢才符合居住正义的精神。因為我們不單只是要人人有書讀，人人有功練。點啊？你想學咩啊？咁有咩學呢？鐵砂掌源於試水鐵掌幫威力，而導致送院途中不治。哎呀，還要人人有屋住。今天呢，我们要来这一个公屋比一比啊，来聊一聊曾经都是英殖民的香港、大马、新加坡，为何公共住宅会差那么多啊？香港嘅朋友呢期有你哋啊，無論香港還是新加坡，或者是馬來西亞朋友，就留言 say 個 hi 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亚洲的经济就快速的发展了嘛，这就导致了都市的人口呢也快速的增加。但是呢，城市的建设根本就负荷不了这么多人咯。那结果呢，就有很多人呢就挤在一起生活啦，生活的环境呢又拥挤又肮脏。比如你现在看到的槟城古迹区，或者是吉隆坡啊、新加坡啊市区的这样子的这些老房子，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这些老房子很怀旧、很漂亮嘞？还装修到很有情调的咖啡在里面呢，放松喝喝咖啡、看看书、装装文青，这样像是我的店啊、亲亲啊，趁机打广告。对，就是一种闹中取静的城市小绿洲的 feel。可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房子啊，以前啊都是塞满人的。一间老房子至少呢住2到3个家庭，一个家庭呢以前啊又至少有7到8口人哦。你知道啦，以前的人很爱生小孩的吗？大家呢就挤在房间里面睡觉啊，连翻身都没有办法。不知道看这支影片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呢？留言让我知道，当时候你们一间房间住最多多少人？而且呢，后来啊，房子也因为被投机炒作，价格飙高，就导致呢低收入的家庭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于是政府补贴新建的公共房屋 （public housing） 就因此出现了。公屋呢，可以是政府直接注资建设，也可以是跟私人合作新建。那通常呢，都是以低价出租或者是廉价售卖的方式供应给低收入群体，让他们呢可以住得舒服一点，工作呢也可以精神一点。而且呢，公屋的这个建设呢，也可以顺便重建2战之后的城市，顺便推一推经济。比如像当年的新加坡和香港政府也直接承认说啊，建设公屋不单只是可以帮助到普通的市民，其实呢也可以帮助到经济发展的哦。虽然呢公屋的模式在很多国家都有被采用，可是呢在不同的国家却有不同的命运，有一些很棒，比如说 Forever 模范生的新加坡。有一些却很糟，比如说像美国，因为美国的公屋呢都被说成是穷人和边缘群体才住的地方，甚至呢被当作是贫民窟而备受歧视。很熟哦，好像哦，我们在马来西亚也是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不知道你会认同这样子的说法吗？留言。那我相信呢，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就算你没有去过香港啊，但是你一定也是看过 TVB 的啦哈 ，TVB 个 B 呀，B 仔一个仔呀，最后一个 ，OK， 稍微回来。那 OK， 在我们以前看的那些港劇裡面啊，是不是常常聽過什麼買樓啊、等公屋啊這種對白咧？而且要等好多年㗎。莫小姐，你今日係嚟申請公屋㗎係咪啊？請問要等幾耐啊？30年左右咯。30年。其實啊，香港的公屋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哦。雖然呢房子不大，可是呢很多都建在交通方便的市區。比如馬來西亞的 property agent 呢，每一次在賣屋子的時候就會 sell 哪 TOD，什麼 TOD 哦啊？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旁边呢有 LRT、MRT 这一种房子。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在香港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因为他们的公屋呢几乎都是跟地铁站规划在一起的，公共交通跟公共房屋是一个 package 来的，所以呢，早期的香港公屋啊，根本就是亚洲居住正义的超级模范生啊，只是后来呢，就显得比较。这部分我们等一下呢会提到。1950年代开始，因为战乱嘛，所以就有很多人呢从中国移居到英殖民的香港。还记得以前那些什么掏斗啊、舀水啊那一些，就是有没有这种印象？但是呢，这些移民呢，可能有些人说他们是难民的这个群体啊，被逼搭建一些非常简陋的木屋来居住，环境是十分的克难的。于是呢，60年代的港英政府呢就决定推动公屋计划，安置这些经济弱势的人，这样反而对香港的社会安定有所帮助。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港英政府建公屋的时候啊，还可以顺便征收和累积大量的土地，这对英国来说呢是一门有利可图的投资。不管这个说法成不成立啊，但是现实就是当年的公屋建设呢都非常的有规模，所以呢香港呢称他们为屋邨。常看港剧的朋友是不是常听到屋邨这个词嘞？而且啊，香港还有一名公屋之父，他就是英国人 Michael Wright。当年呢，香港普遍呢都是公用的这个厕所和厨房的，可是啊，他却坚持要给每一个公屋单位设独立的这一个厨房和厕所，这种设计几乎是领先国际哦。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因为日军入侵香港的时候呢，他就被日军呢关进了这个战俘营，被逼呢跟几十个人同住，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当下呢，他才切身体验到原来香港人的生活环境是这么的差的。And I think it was appalling and degrading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have to relieve themselves of everything in this way. And so first thing we persuaded the Housing Society to include separate WC. They were still a bit crude. 那日军战败之后就撤离了香港嘛 ，Michael Wright 呢到公务司上班，他就坚持公屋必须提供独立的卫浴，以确保人性的基本尊严。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难怪呢他会被香港称之为公屋之父。时间来到了70年代，港英政府呢就推出了10年建屋计划，要在10年之内呢完成可以容纳180万人的公屋。这个年代的公屋呢就不再像是60年代只追求数量而不重素质的，公屋的这个整体规格呢和品质呢都变得更好了，而且呢也进行了全面的规划，比如说是建巴士站啊、建学校啊、建商店啊等等，让公屋呢成为名副其实的屋邨。1980年代开始呢，经济和社会就越来越进步嘛，新的公屋呢也开始提供了一些休闲的公园啊、儿童的游乐设施啊，让越来越忙碌的城市居民有一个可以放松的公共休闲空间。但是呢，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状况却出现了，因为政府大量的建设公屋嘛，再加上呢经济蓬勃发展，所以呢港英政府顿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业主，拥有全球总市值最高的物业。而另一个呢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就是，80年代的这个香港人的收入越来越好了嘛，在华人有土私有财的这一种观念之下，政府呢也迎合社会公屋私有化的要求。1990年代开始，公屋需求就大增了，于是呢，房价就飙涨。香港呢也开始提高建筑的密度，并开始减少公共休闲的空间，于是就变成了大家很熟悉就是一些朋友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话呢，就不太敢看的城市，因为都是密密麻麻的大楼，而且超级无敌高。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结果当然就是被很多人批评咯。就连建筑师都说香港公屋的单位设计是无懈可击因为呢，公屋呢会把每一寸的空间呢用都转，甚至说呢，现在的香港公屋设计其实比起20年前退步很多。政府为了追求数字，都会尽量建小一点的单位，还为了方便管理取消到一些造景用的水池或者是一些设计，连卖熟食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没有了。不知道有没有香港的朋友在看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帮我们证实一下以上的说法是不是准确呢？留言告诉我们咯。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享誉全球、水域争锋的新加坡公屋啦，也就是俗称的祖屋或 HDB 啦。其实新加坡呢，真的是世界少数政府如此积极又强力的介入房屋产市场。
而且呢，不单只是建设公屋哦，还会帮忙公屋的日常维护啊、社区关系啊、城市设计等等。但是呢，也因为新加坡政府的强势管制，同时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征收土地，所以呢，新加坡90%的土地都是属于政府的。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面呢，只要政府想做，几乎都不会有阻力。虽然呢，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有点凶、很霸道，但是呢，这种强势呢，也带来了好成绩哦。今天的新加坡拥有大约100万户的这个祖屋，超过85%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祖屋里面，而且呢，这些政府的祖屋呢，几乎媲美 private 的 condo， 有很多呢，还有很棒的 facilities。就算曾经是模范生的香港啊，也超级羡慕今时今日的新加坡公屋，因为不单指单位的面积大，从基本的1000尺到2000尺都有，而且还有很多的房型呢，提供你选择哦。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啊，其实当年的新加坡祖屋呢，就是学香港公屋的。可是为什么今天的香港会反过来羡慕新加坡呢？那时间就要 revive 回去60年代了。60年代的时候呢，新加坡就成立了建屋发展局 HDB。那这个机构呢是负责盖房子、负责城市规划、负责房屋分配，也负责出售和出租的，所以呢什么都管。不过这个什么都管呢，有一个好处的哦，也就是呢 HDB 可以心无旁贷的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祖屋。而且你以为只有香港有公屋之父吗？新加坡呢也有一个 Mr. HDB 哦，他叫林金山。在他担任 HDB 主席的前3年呢，他就成功的完成了26000个单位，有效缓和了新加坡房屋的短缺问题。但是这时期的这个祖屋只能满足基本的需求，比如楼下会有方便的小店，就是会有那种很浓厚的香港风格啊。但是呢，当年的新加坡呢还不是很富裕嘛，有很多人呢是付不起头期款的，所以呢，新加坡就决定把公积金和公屋的制度结合起来，只要国民呢工作几年就可以用公积金付头期。那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呢，公屋也就是祖屋的出售量顿时飙升了好几倍。那看到成效的新加坡政府就决定，我们不单只是要协助低收入户，更要为所有的国民提供祖屋。1970年代开始呢，新加坡就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计划，而且呢，无论你的经济状况如何 ，HDB 总会设计出一款适合你的单位。于是呢，就有很多收入高的中产呢，也开始纷纷的搬进祖屋了。而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时期的 HDB 呢是跟城市规划一起进行的，所以呢，他们会纳入商业、工业、娱乐、教育和交通设施，再用棋盘式的这个方式啊，让住宅区和非住宅区交错，打造一个生活机能非常便利的 township。是的，已经不局限在一片土地上建设公屋，而是大范围的这个城市规划。1980年代 HDB 呢也与时并进啊，除了是增加了休闲设施，比如说是儿童游乐场还有球场，他们也增设了社区的这个概念。比如说这一些成群的祖屋大楼啊，除了拥有居住的功能之外呢，其实也设计成方便彼此互动的社区。尤其是新加坡政府呢，想要种族融合嘛，所以呢，每一个区域的祖屋呢，都需要按照种族的人口比例来分配。社区的设计呢，是必须满足不同的族群和不同年龄层的需求的。居民去买菜啊、上学啊、休闲啊，都只需要大概10分钟的路程。而社区网络呢，十分的完备。HDB 卖的不再只是公屋，而是一整个社区以及区与区之间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哇 ，Good job！到了2000年代开始呢 ，HDB 就改使用电脑程式去进行城市的规划。哇哦，好专业哦！那要力求呢更精准的这个布局设计和资源的投放，而且呢还融入新科技，比如说是感应式的灯光啦、节能的技术啦、脚车道啦、更多绿化啦等等，很多的外观设计啊也跟 private condo 呢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实新加坡政府呢，对于祖屋的定价一向都没有以成本为考量的就是不计成本啊，每年都在亏损。这是因为呢，政府呢将祖屋当作是对人民的补助，至今呢已经是补助超过了280亿新币。不过呢，现在也是会有很多人讲啦，其实新加坡的祖屋只有99年的 leasehold， 严格上来说呢，你只是跟政府租99年的屋子，以后呢还是要还给政府的。但是呢，这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了啦，我也没有觉得有问题啦这样子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一集已经很长了，有机会我们再好好的讨论。新加坡 ，Good job，Next， 嗨，来到马来西亚哦。
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那我们这样子铺陈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呢，相较于香港跟新加坡的制度化和进化呢，我们马来西亚的祖屋从以前到现在呢，改变基本上就跟我的语调一样，没有太多。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呢，从1957年到1970年之间呢，因为城市高速的发展所以联邦政府透过房地部在主要的城市，比如说是吉隆坡啦、槟城啦、新山啦，都有建设廉价屋。而最有名的莫过于吉隆坡的 Razak Mansion 和槟城的 Rifle Range。当然呢，也有少数的地方政府自己推动，比如说槟城乔治市市政厅的 People's Court。如果你仔细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设计呢都跟香港、新加坡很相似。虽然之后的政府呢也陆陆续续的建设祖屋，比如模仿新加坡跟香港，将一些休闲设施和商店融入其中，但是呢依然是缺乏大规模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长远政策。90年代，政府也开始减少建设祖屋了，并将这个责任呢让给了私人发展商。但是这么做呢，除了是减轻政府的财务负担之外，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好处。终究呢，政府还是在1998年推出了人民房屋计划 PPR。这个 PPR 的目标呢，是为月收入低于3000令吉的马来西亚人提供廉价祖屋。每一个单位的售价呢，真的是极度的低西马呢是35000令吉，沙巴跟沙拉越呢是42000令吉。那如果出租的话呢，也才124令吉哦。但是呢，建筑面积呢也有700平方尺里面还包括了3间房间、1个客厅，还有1个厨房、1个厕所，还有1个浴室。据说呢，全国范围内呢已经建设了近10万个 PPR 单位。2012年之后呢，政府再转向，虽然 PPR 呢还是继续进行当中，但是呢，政府更注重可负担房屋 （affordable housing）。这个计划呢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呢分开去进行的，也就是各做各的。比如说像是联邦的 Prima 啦，槟城的 Affordable Housing Scheme 啦，Johor 的 RMM 啦，主要都是面向月收入在3000到1万令吉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呢，正如一开始所提到的马来西亚的祖屋呢，缺乏新加坡或香港的有效规划和管理。有一些呢，只是刚盖好的时候拍照好看而已，但是久了呢，就会变得很破败，导致大人小孩呢都生活在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当中。小孩连回家安全的玩耍或安心的念书都没有办法，这间接呢就拉低了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最后呢，甚至被社会歧视，说这些都是贫民窟。So， 我们或许应该要思考的是，马来西亚的问题会不会就是出在于政府只聚焦在极低的硬体售价，却不求高品质的居住环境和规划呢？就是那一种，来，你要我建给你哦，我建给你哦，我都建给你啊，你要我怎样？不是这样子吧？其实呢，我们可以从港新的经验呢看得到公屋真的不只是盖房子而已，尤其是政府呢，你只做建设，不维护、不管理，只满足大众最低的这个需求，这样子是不够的。幸好呢，这几年槟城还有柔佛政府呢，都提出想要跟新加坡的 HDB 学习，但是呢，要如何学到一整套将城市规划的布局和细节通通拿来用，或许才是关键的这个步骤，让这个住房跟环境、生活、工作、消费、休闲、社会有效的互动，才有办法扭转大家对公屋的这个刻板印象。也唯有这样子呢，才能够符合香港公屋之父说过的，公屋必须确保人性的基本尊严。而这句话呢，其实是来自1960年代2023年的今天，马来西亚做到了吗？好啦，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一集之后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人要帮我把这一集丢给尼可米，或者是顺便把这一集呢丢给这个陆兆福，然后你们2个人呢跟安华坐下来 plan 一 plan 好吗？一个好的这个城市规划，就是不是各做各的哈？你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的傾一傾好？我们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哈。好了，希望今天这一集呢，有让大家更了解到呢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屋的设计有什么样子的缺失。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透过我们的影片呢，能够帮助大家更厘清马来西亚社会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可以进步的地方。非常鼓励大家踊跃的发言，也非常的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这些影片散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可以参与讨论。那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荧光笔都会上载一支影片，除非有大事件呢，我们就会有马英改网给你一些热点新闻这样子。那做这些影片呢，都是需要付出非常多的这一个精力，还有需要很多的人力。如果说你想支持我们做这一支影片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金主爸爸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加入我们。如果说你是老板还有基金会的主席的话呢，欢迎 sponsor 我们，或者是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暂时还不够人力去为会员做专属的内容，但是
你们快点加入，我们就有人，我们就有钱请人来做了 ，OK？ 欢迎，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没有钱的话，不用紧，帮我们 share 出去，我们就感激不尽啦。好啦，先这样子 follow 我们这一些 social media，然后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